还早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吗？怎么了？来，快进来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需要帮助吗？我需要一笔钱，很大一笔钱。我想来想去，在这个城市里面，我能借的人也只有你了。海藻其实很想加一句：“我觉得很羞愧。”可这句话他说不出口。前几个月还纯洁清高的站在这儿，大义凛然地将钞票还给人家，可没几天又低着头爬过来抱人家的腿。来，喝点水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只是想找你借钱，你愿意就借，不愿意就算了。我愿意，但前提是，我必须要知道你为什么需要这笔钱。因为我有预感，这其中有潜在的不安，我怕你出事儿。如果你是兴高采烈的来跟我借钱，我会很乐意借给你。可你现在这副凄楚的样子，让我很担心。如果是因为有什么外力超出了你的解决能力，告诉我，让我来帮助你。我年龄虚长你几岁，至少能帮你出出主意。你叫我哥哥也好，叔叔也行，就算是叫爷爷，我也不在乎。相信我，这世上没什么问题是不能够商量的。快别再哭了，这万一进来个人，还以为是我欺负你呢。要不你坐这儿等我会儿，我这儿还有点工作，等忙完了，我们出去转转，好不好？喝点水吧。宋先生你好，来这边请。宋先生您好久没来了。啊，楼上的包房已经给您安排好了。谢谢。来这边请。宋先生这边请。好。来，海藻，坐。宋先生，梁生特地留下了碧螺春，让我给您尝一尝。好。小姐，我们最近特别向女宾推荐一款伊朗玫瑰水，请问您要不要试一试呢？啊，不用了，那个太浓郁了，不适合他。好的，您慢用。好。说吧，我听着呢。我借钱是因为海平。你姐姐她叫海平。嗯。一直以来，都是海平在照顾我，
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，我必须强大起来，去成为海平的支柱。我从小是一直跟着海平的。有一年冬天，海平带着我坐长途车从奶奶家回自己家，在半路上车坏在了一座大桥上面。那个时候已经是黑夜了，天气很冷，风从四面八方的吹向我们。海平一直抱着我，他替我挡着所有的风。他知道我害怕，就一直给我唱歌，一直唱，唱到我睡着了，他就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给我盖上。那次回去以后，他就病倒了，病得很严重。我一直哭，一直哭，我真的好害怕。要是没有海平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那个时候我4岁，海平11岁。到了考大学的时候，妈妈一直让我考家门口的大学。她说这样就不用2个女儿都离开她了。可是我就是不肯，因为我觉得只要有海平在的地方，我才不会害怕，所以我一定要考城里的大学，我一定要和海平在一起。我上大学以后，我所有的衣服、花费，也都是海平给我的。那个时候他也才刚开始工作，他每个星期都来给我送吃的、洗衣服。其实他也才只比我大7岁，可是在我的心里，我总觉得他比妈妈还坚强。我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，就和他挤在他那个只有10几平米的房子里。那个时候不管多么的困难，海平都会说：“有姐呢，你怕什么呀？”可是现在突然有一天，他就倒了，倒在他的坟墓面前。我想，现在也应该是我来照顾他的时候了。我也不能让海平害怕，我必须要成为他的支柱。海平他得了什么病？他没有生病。那你刚才说，坟墓是什么意思？我说的是他的房子，他的房子就是他的坟墓，这是他自己说的。现在的房价太高了，他根本负担不起。小贝说，我姐是因为贪慕虚荣才要买一套房子的，可是我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女人连结婚的仪式都不在意，婚姻甚至没有戒指，没有一件首饰，这样的女人怎么能算是贪慕虚荣的女人呢？她想要的那个房子不是生活的装饰品，而是生活的必需品。如果没有房子，她就不能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，就不能和她的孩子生活在一起。可是小贝还说，他说我把我姐看得太重了，我不可能有那个能力去帮助我姐解决这个问题的。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？小贝是你男朋友？嗯。海岛，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，就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人这一生有很多困扰是无法解决的，比如生老病死、众叛亲离，比如勾心斗角、不再相爱。这些问题都比金钱房子要困难得多。我认为呢，一个人一生，你可以背金钱的债，但是不能背感情的债。背金钱的债，你还有还清的希望；可要背了感情的债，也许到死你都会愧疚的。其实换一个角度讲，海岛，你是一个有情义的好姑娘，小贝应该高兴才对。你懂得知恩图报，你会记得每一个曾经给过你恩惠的人。
我不太同意小贝的看法。如果一个人对亲人都能不顾，那还能指望他顾别的吗？可是小贝他不这样想。我同意你的说法，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。可是我的问题是，我是穷人，我没钱呢。即使小贝不这么想，你也要理解，因为他输不起。人之所以慷慨，是因为他拥有的比挥霍的多。人们把慷慨当作一种赞美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，尤其是对不相干的人。你跟小贝都没有错，错的是你们的阅历和你们的人生经历还没有让你们看穿这一点。你刚才说的姐妹之情，这我很能理解。因为当年家里只供得起一个孩子读书的时候，我弟弟把机会留给了我，所以我们两个现在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种境况里。并不是我比他强，我比他成功，而是在机会面前，他把希望留给了我。所以今天我不管走得多高，走多远，我总是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弟弟给我的。要是换做他，也许他比我还要强。一个人的伟大，并不是说你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，你多有成就，而是在你面对诱惑的时候，懂得放弃。你借钱的理由很充分，很打动我。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来帮你解决这个不算是烦恼的问题。你什么时候要用钱？啊？您都不问我要借多少就答应啊？万一您没有呢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提的数字，我应该还承受得了。您对我的了解，那您了解我多少啊？我知道你叫海藻，你有一个姐姐呢，叫海平。而且从你们的名字看，你父母在生你姐姐的时候充满了憧憬，可到你的时候随便起了一个名字，哪有一个大姑娘家叫海藻呢？我觉得海藻也挺好听的呀，海藻、海平也挺押韵啊。不过说真话，我很喜欢海藻这个名字，有个性，好记。你到底需要多少钱？如果你要买的是佘山湖滨别墅，那我可付不起啊。6万。6万块钱。先是跑到我办公室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吓得我够呛。又是在这儿生死相依，成为支柱，就为6万块钱。好了，你什么时候要，随时找我来拿。来吧，先吃个水果压压惊。您从来没有为钱的事情烦恼过吗？6万呢？您就这么答应借给我一个不相干的人啊？我已经过了为钱烦恼的年龄了，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工具，不是最终目的。我已经不需要金钱来装裱自己，所以说钱对我没有什么根本的意义。还有，海藻，你并不是我不相干的人，我很关心你。海藻啊，你救得了你姐姐一时，能救得了她一世吗？就算首付解决了，那以后怎么办？她应付得了吗？也还是挺困难的。
所以我每个月会再给他3000块，这样他才能好过一点。我觉得在这种大城市生活，真的压力好大。你们这些人是怎么管的吗？海岛，其实你可以变一种活法，不走你姐姐的路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样，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我应该是什么位置呢？你慢慢会找到的。对了，其实我觉得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。你这样帮你姐姐，他们这样努力的去节省，这都不是办法。你记得我上次跟你提过，让你帮我找人教我一个外国朋友课吗？嗯。你可以让你姐姐去啊。可我姐以前不是学英文的呀，她以前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化工专业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行的，只有不敢的。她还那么年轻，多学点东西总没坏处。再说，趁着现在有能力，多积攒点能量，也许以后能用得上呢。嗯，话是这么说了，可是我总觉得她肯定会说不行的。她以前学的那些英文单词啊，我估计她早忘了。你想啊，上学的时候学的那10几年的英文，那肯定都是用来应付考试的呀。而且他们2个人语言又不通，如果在一起，那岂不是鸡同鸭讲？可以让他去试试，实在不行就算了。但是试都不去试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你跟你姐姐说说，商量一下，尽快给我一个答复。嗯。要不您现在送我去我姐那儿吧？我想现在问问她，如果她说不行呢，我也好尽快回复您啊。行啊，你姐她住哪儿？不就是1块钱吗？你至于吗？你去给我把1块钱弄回来。你要弄不回来，你今天别回来了。我不是跟你解释一路了吗？我说刚才超市在存包的柜子那儿，我们放了1块钱啊，你包也存了，可到最后他没有吐出来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去找人要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人要？刚才我敲柜子你也看见了，对不对？我总不能为这点事儿我去找人经理吧？我也没干过呀。啊，你没干过，你干过什么呀？你这辈子干过什么啊？对这个家你有什么贡献？啊，我问你有什么贡献？一个月总共挣几个1块钱？1块钱1块钱就这样随便乱扔，你一辈子就挣几个1块钱啊？海平，不就是1块钱吗？对，就是1块钱。他现在已经丢了，你总不能让我去死吧？你就给我弄回来！你为什么总是没完没了呢？一路吵到家，我真不明白了，你究竟是为了1块钱跟我吵呢，还是故意跟我吵？如果你只是为吵而吵，我警告你，你适可而止。我故意跟你吵？哎，你凭什么说我故意跟你吵啊？我故意跟你吵，我有这个时间我去挣钱去了。妈的，你自己看看你，你像个男人吗？哈，要能力没能力，要本事没本事。你说你为这个家到底贡献过什么啊？哎，你干嘛要结婚啊？哎，你为什么要结婚呢？老婆养不起，孩子养不起的啊！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家里面拿一本破书翻来翻去，所以你才会在单位被领导也翻来翻去，还有脸跟我吵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哎，奔40的人了，土都埋到腰了，哎，我当时脑子进水了，我怎么会嫁给你这样的人呢？郭海平，怎么样？你脑子里是不是进水？你自己吃的。我要你管！你不要以为你住在这儿就把身份低得像小市民一样。你才小市民呢！你才小市民呢！你还想不想跟我过下去了？啊？我干什么事情你都看不顺眼。对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看不顺眼了。好，我放你走，我同意跟你离婚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同意跟你离婚。再说一遍。我同意跟你离婚。我不跟你说了，黄脸婆。
那个，姐，你喝口水。姐，不就1块钱吗？你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？啊？你这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？你要真那么在意这1块钱，我给你啊，姐。你别为难姐夫了，他真的够可怜的了。你想想，这个世界上除了姐夫能任你这样说还不还嘴的，还有谁可以啊？你干嘛老欺负他嘛？你以为我想欺负他？他要是有本事，我也想把他像祖宗一样供着，可他就是条猪大肠，拽都拽不起来。人家是天天向上，他是天天向下。你说冉冉和我以后还只靠他呢，他这样能靠得上吗？我真倒霉，我这是套了个死扣自己往里钻。婚结了，人也老了，现在孩子也生了，要跟我离婚。你说我骂你2句你就听着好了呀，拿离婚堵我的嘴什么意思呀？姐，他那都是气话，又不是真的想跟你离婚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那你看，你明明还是想跟他过的呀，你又不是真的想跟他离婚，那你干嘛老这样刺激他吗？你要这样刺激他，哪天真的把他吓跑了，那你不得后悔死了？又要在一起过，又这样吵架，你都不像我以前的姐姐了，我觉得挺可怕的。有什么可怕的？等你跟小贝结了婚，过个3年5年的，说不定你还不如我呢。你以为我想当泼妇呀？哪个女人不想一胎万房，美美的坐着呀？什么样的男人决定你有什么样的命运，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你就是什么命。就算我是泼妇，也是苏纯一手培养出来的。别生气了啊，姐。对啊，我今天来还要跟你说个正事儿呢。什么事儿？我有一个朋友想给他一个老外朋友请一个中文老师，你愿意去吗？啊，没事，你要不愿意去我就回了他啊。我去，你别回。只要能挣钱，我现在什么都愿意做。大不了我就当学点英文了。反正是苏纯，我是只靠不上了，只能靠我自己了。什么时候开始？啊？哦，我打电话问问他。喂，海岛。我姐说可以，她让我问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上课呀？好啊，那我先跟我那朋友联系一下，等我跟他说好了再给你们电话。你可要保持着手机开机啊，我不一定什么时候给你电话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啊，拜拜。怎么说？他说有消息就告诉我。我去给你买冬至的晚餐啊。冬至？对啊。那不是圣诞节也快到了吗？是啊。怎么过得那么快啊？快点不好吗？这是什么？啊，
这不是芦苇花吗？我去买吃的的时候，我看那个菜市场门口有卖这种装饰品的，我就买回来了，又经济又实惠，1块钱一只，送给我的小猪猪。又是1块钱。1块钱看着不起眼，可生活就是由许许多多的1块钱堆积而成的。1块钱可以给你带来快乐，也可以带来悲伤。1块钱很渺小，可1块钱又暗藏能量。不晓得今天这个1块钱，会不会就是日后的那个1块钱呢？小猪猪，我们吃饭了，有肉哦，来，过来。对，这就是海藻未来的生活。晚餐有肉。吃。啊，来，吃啊。怎么着？跟着我有肉吃，不开心啊？我不饿，要不你先吃吧啊。穿上点啊。小贝的生活是有肉就高兴了，这却不是海藻的目标。快乐的人生应该是一亩土地2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可首先你得有土地有牛，然后才能招来老婆，然后才能生孩子。没有人说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一亩土地2头牛的呀。连老农都懂得这个道理。海藻在笑自己面对着几片牛肉和1碗泡菜的时候，很有哲学思想。喂，喂，海藻，我是宋思明。是联系好了吗？什么时候开始上课呀？干嘛你急的？我这不正要说吗？我跟人联系了，可他最近有点忙，下个月吧，下个月开始上课，具体上课时间你让海平自己去跟他商量好了。啊，那我姐怎么跟他联系呢？那，等一会儿我把他的手机号发到你手机上。谢谢。那个，您圣诞夜的晚上有空吗？就是明天晚上。圣诞，这节日我不过。再说明天晚上我有约了。哦。你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就是问一下。好吧，那就这样。海藻觉得自己很鲁莽。那个宋思明，是自己以为的情愫罢了。他并没有什么想法。也许，从开始到现在，都只是自己潜意识里有一种喜欢，又怕这种喜欢真的蹦出来把自己吓一跳。逃了半天，其实逃的是自己。真傻。算了。圣诞。大庆，把那花拿过来。大庆，你慢一点，你别碰了墙。哇，好可爱呀！对，靠窗户那儿。哎，咱们圣诞夜的晚上去看电影吧。你想看什么电影啊？我去买张盗版盘不就完了吗？大冬天的，咱们俩窝在床上看，多舒服啊！大庆，你把这个……我要的是那种感觉，环绕立体声、大屏幕，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感觉，还要抱着爆米花。你行不行啊？现在中国大片有什么好看的呀？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。你说咱们买一张盗版盘回家看，什么都是原版，想看什么看什么。你说你想看什么？我不想看了。我说郭海藻同学，
你能不能替我们这对贫贱的夫妻着想啊？你想，我们2人去看场电影，2张票怎么也得100朝上吧？再加上来回的车费，我们这半个月的菜钱就没了。我这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们换个活动，我带你去教堂看人唱诗，怎么样？没兴趣，我还是去我姐那儿吧，我有点事儿要跟她说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不是说海平的事儿是海平的事儿，你的事儿是你的事儿吗？那你还问那么多？你怎么气性那么大呀？那你晚上回来吃饭吗？不吃，给你省啦。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您今天晚上不是有约会吗？如果是白天的宋思明，如果是清醒的宋思明，他会说：“开会路过这儿，正好遇见，真巧。”来看你。看我？看你。海藻似乎早有预料，在他走进宋思明办公室，张口借钱，却知道自己还不上的时候，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到来。他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他既不惊慌，也不迟疑，温顺地被宋思明拉着去这儿或那儿，一言不发。
宋思明现在酒醒了，他觉得自己很可耻，只因酒的冲动，就将自己并不年轻的身体暴露在一个如玉般透明的女孩子面前。喜欢，喜欢为什么一定要拥有呢？然后将不明的黑夜和担忧留给这个打动我心的小女人。小哥回来了。海藻，海藻，你在里边吗？海藻，海藻，你怎么了？刚给你打电话，你关机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没电了。你怎么了，海藻？你出什么事儿了？海藻，海藻，要不你开门让我进去。小贝，麻烦你帮我拿一条内裤、一个卫生巾来，我来例假了。海藻，海藻，海藻，拿来了。睡衣，睡衣，你没事吧？海藻，你例假好像提前了吧？啊？肚子疼吗？我一定是疯了，我一定是疯了，我一定是疯了。这么温柔的小贝，怎么了？这么纯洁的小贝，这么爱我的小贝，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怎么了你？是肚子疼吗？啊？你别吓我，别吓我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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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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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你傻丫头，是肚子疼吗？肚子疼，你跟哥哥说，哥哥给你揉啊，你揉肚子，揉肚子。手凉吗？啊？明儿，哎，别睡吧，这样吃不下。海藻一会儿要发的烧厉害，我得送他去医院。好点儿，哎。
事你就叫我，啊？肯定是冻的。这么冷的天，我却在地上偷情，这是上天在惩罚我。我欠他的，已经还过了。宋思明这一刻感到胸口突然有一股热血涌到喉头。海藻果然是自己心中的小女孩，纯洁美丽。昨天夜里，她干了一件正确的错误，或者说错误的正确，把那张白纸上画下自己的印记。海藻是我的。宋思明想到海藻的紧张，把自己的舌头咬得生疼的牙齿和发抖的小身体。宋思明在心中呐喊：我要让海藻能够呼风唤雨，我可以，因为她是第一个属于我的女人，完全彻底。请问郭海藻在吗？啊，海藻他病了，他跟我换了个手机，你有事吗？没事儿，工作上的事儿。我以为他今天会送标书来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想他今天一定是去不了了，要不您跟他的领导联系一下，但是我这没他的号码。没关系，我有。请问您是哪位？我是她男朋友小贝。你好，小贝，我是市委宋秘书。哦，您好，您好。对不起。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打扰了。海藻，听说你病了，我来看看你。不必了，我很好。昨天晚上，很抱歉，
你还有别的事情吗？如果没有，其他的就不要说了。我给你买了些水果，还有药，你要好好休息。你带回去吧。我有药。你买的水果我是不吃的。再见。是意外，绝对的意外。从今天起，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能，我一定能。宋思明原来根本没想到道歉的，可因为海藻的一脸拒绝神情，他莫名其妙的就道歉了。这一刻，他突然感觉自己很愚蠢，完全没掌握形势。至少在他感觉里，海藻昨天晚上是半推半就的，他理解成初夜的害羞，而今天的海藻换了一副神色，完全不像夜色下那么无助迟疑，又像上次还钱还手机一样决绝了。这个女人，难道黑夜和白天，她有2张面孔？小贝是永远不会知道的。早上的宋思明还是信心满满，下午的宋思明却被打击得体无完肤。他多年来运筹帷幄，却从没想到今天败在一个小丫头手里。这个姑娘，如果笑，他就会心头柔软；如果哭，他就会手足无措；如果冷漠，他就会害怕；如果决绝分手，他就会内心痛楚。这已经是短时间内他第2次被这个小丫头抛弃了。他想要你的时候，甚至不必招手，你就自己赶着送过来。注定啊，宋思明要输在海藻手里。可怎么办呢？还没看完呢。好吧。海藻不让小贝碰自己，小贝以为他还在因为海平的事情在跟自己生气。其实海藻知道，他已经不再是小贝的那个海藻了，已经变得很污浊。没事的时候，他会很勤快地清洗身体，他内心里老有克服不掉的恐惧，担心身体里残留其他男人的味道被小贝发觉，而且他没办法做到让小贝的身体也进入自己，感觉自己是被2个人使用过的牙刷。想什么呢？你说你这场病生的，清汤寡浴也就算了，怎么还少言寡语了呢？你知道我最佩服哪种职业吗？哪种啊？间谍，女间谍，尤其是那种依靠色相去俘虏敌人的女间谍。为什么？我很佩服书里面写的那些双面间谍，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在几个男人中穿梭，那该是怎样的革命斗士啊！那种心态一定跟洪湖水一样经得起风吹浪打。如果是我，让我带着各种秘密在各色人等中穿行，我是一定要穿帮的。心虚啊？我承受不了那种心理的煎熬和打击，迟早有一天，不等别人拷打我，我自己就招了。也许在吐露心底秘密的那一刹那，
我一定会轻松的虚脱过去的。心动，诺拉·艾弗朗。反特的书吗？不是啦。你们这些女人呢，总爱干这些危险的事儿，一方面又害怕当间谍，一方面又羡慕人这种生活，总是要故弄玄虚的去制造一些悬疑，然后去寻找那些不必要的刺激，有必要吗？啊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这种人？睡了啊？不是我故意要冒犯你，而是情不自禁，请你原谅我。如果是因为有什么外力超出了你的解决能力，告诉我，让我来帮助你。海岛，你并不是我不想干的人，我很关心你。喂，Mark。哎，松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是 Mark。我非常感谢你，昨天晚上中文老师来了，对他非常好。可是我要问一下，你认识别的老师吗？因为他的方法好，可是他完全不理解英文，所以我们有一点点麻烦，我们只可以用哑语。我说Mark，你是想找一个懂英文的老师啊？像我这样的，啊？那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肯定是学不好中文了。有句谚语怎么说的？学游泳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鸭子扔到水里去。马哥，我觉得这个老师很好，我希望我们再一次见面的时候呢，你已经会说中国话了。OK， 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适应。那我第一个月拿了工资，要不要谢谢人家，请人家吃顿饭啊？你是想替姐姐谢谢她，还是想自己打给她？喂，还早吗？刚才我那个外国朋友来电话了，说你姐姐教课教得非常好，你替我谢谢海平，她帮了我一个大忙。谢谢你。今天晚上我想见你。不要说不。不，今天不行，今天晚上我要去看我姐。明天吧，如果明天你有空的话。好，那明天我去接你。拜拜。
喂，姐，刚才我的朋友打电话来说你教得很好，老外夸你是个好老师呢。真的呀，我自己也觉得挺有收获的。我现在每天抽空就看英语，我非要把这个难题给啃下来。我就不信一个老外我还教不了。姐，加油！对了，你能不能抽空帮我看看附近有没有房子出租啊？你那块的。我被房东赶出来了，我们这一带要拆，我正发愁呢，不晓得下个月住哪儿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也帮你留意一下。哎，那你是要租一间还是要租一套啊？当然一间了，越便宜越好，没家具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搬新家了。好，拜拜。怎么了，小猪猪？我就知道，你现在完全就已经不喜欢穷逛街的感觉了。我哪有啊？我就是在想，我姐要搬家了，我想看看我们那周围有没有便宜的房子可以租的。我们那儿，我们那儿离你姐上班的地方那么远，太不方便了吧？再说了，你姐那房子再过半年就下来了，哪个房东愿意租一短客呀？即便愿意租，那房价也便宜不了，不划算。找找看呗。不找怎么知道呢？我们从市中心开始往外找，只要有房屋中介，我们就见一个钻一个啊！走。怎么都这么贵啊？走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孩子，我先走了哦。喂，阿导，我这儿临时有点急事需要处理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到我办公室来等我，好吗？不好。来吧，有你陪我，我会很高兴的。进来。来，你先坐一会儿。我这马上就完，临时一个报告，明天要交。等我一会儿。你要喝水吗？自己倒。哦，不用了。那种杂志好看吗？
都是一些卖房子的广告。你也要买房啊？不是，我姐她住的房子下个月就要拆了，所以她下个月没有地方住。我想帮她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可以租的。你姐现在住哪儿了？富林公园后面的石窟门房子，虽然面积挺小的，但是交通很方便。她想找一个离我近一点的房子。因为凑合一段时间，她就该搬新家了。你姐现在不是在给马可上课吗？那要搬你那边住，会赶不上夜班车吧？你那车很早就没了。对哦，我都没想到。海平住的时间应该不会很长吧？我这儿有一套朋友的房子，正好空着，暂时没人住，离马可住的地方很近，你可以暂时让海平住在这儿。如果朋友催着要呢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是不是任何时候我提出的任何问题，你都有办法解决啊？为什么你总能变出这些呢？因为是你要换做别人的话，我就变不出来了。我希望能在物质上帮助你，并且最终让你获得精神上的快乐。你以为拥有物质就会拥有精神啊？不会，精神要更强大一些。但通往精神的路很多，物质是其中一部分。你知道为什么毒品会给人带来快乐吗？因为吸食毒品会直接刺激一些中枢神经。你这边一吸呢，大脑那边愉悦神经的图表上就会闪现火花。当然了，其他事情也会产生这种火花，但不如毒品来的直接。所以我们要拒绝毒品，因为一旦这种终极快乐能够这么简单就获得的话，你就不会再对其他各种通过努力获得的快感产生兴趣了。如果每个人的快乐这么简单就能得到，你还会去寻觅爱情？你还会努力工作？你还会因为失去而感到伤心吗？不会了。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说物质就是鸦片，而我正在慢慢中毒？错，这点物质顶多算得上大麻。要让我的海藻快乐，我会有很多秘籍的。饿了吧？去吃吧。走。就这家。老板娘。哎，宋先生，您来了，好久不见，快里边请。来，里边。哎，就这样了，都给你们安排好了，快请坐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一家饕客们才知道的吃饭的地方，不挂牌营业，所以吃饭来的人都是熟人介绍来的。那这儿有什么特别的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喝茶了，请茶。哎，谢谢。要山药羹、烤红薯、蜜汁莲藕，再来一个芦笋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先喝点茶吧。嗯。
尝尝这个山药羹。好吃吗？这是什么？山药？是啊。这个山药怎么这么好吃啊？他们家的菜啊，名字都叫得很平常，但是味道确实很独特。这是用野山鸡跟鲍鱼的高汤调的，你吃了一丝丝很滑润的，那是一品翅。这个居然敢叫山药，他怎么好意思叫山药？可是没办法，它确实就叫山药羹。表姨啊，这是上次那6万块钱还给你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你看，我想搭个方便线，还没搭成。我同事说了，600块钱利息，他月底再给你。算了，你自己留着用吧，别给我了。那谢谢表姨，那我走了。走吧。喜欢这儿的菜吗？还行。最主要的是我第一次在这种晚宴桌上吃饱了。我觉得这个浇着奶油、盖着鱼子酱的烤红薯是挂狗头，卖羊肉。还有刚这个吃完了的塞着鳕鱼做瓤的芦笋，是败絮其表，金玉其中。我还想尝尝那个蜜汁藕，可是我好像真的吃不下嘞。我建议你尝一块，肯定不会后悔。就尝一块。哎呦，我真后悔最后一个吃这个，我应该第一个尝这个的，这个最好吃。谢谢您的晚餐。Good night。你的 night 太快了，我的才刚刚开始。前面那些啊，只是预演。就是这个地方。一靠近这条路，海藻的心就开始砰砰乱跳。他明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可他逃不开。这种奇怪的关系像一块磁铁，让你在正面相对的时候拼命抗拒，而在背身过后，又期待被拽入磁场。
睁开眼睛看